民进党恣意的践踏抗战英烈的名誉，完全是造假夺还来。日军占领来不及撤走就被扣留，不可能当汉奸。日本投降的前1个月，对这种强硬的抗日分子进行屠杀，埋他的地方没有全尸。据他用里面描述成日军饶他一命，被台湾的战俘弄断手，怀恨在心，做伪证，在制造身份的对立。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不太能接受打着时代剧的皮，做扭曲历史事实的事。我有一个定义：新北投假象。现在不是把新北整理出来之后，让台湾人觉得说，哇，在日本时代，休闲就是泡温泉，茶室的女孩是什么？台湾人啊。很可悲的地方是，台湾多人在推广一个错误的史观，民进党有意放任台湾人在日本殖民时期是日本国民，大错特错。台湾是日本殖民地的属民，没有任何国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公式出了叫做听海勇，在描写二战时期的这个台湾人到了海外的状况。可是呢，出现一个问题是，既然跟许宗茂图书馆有了一点关系，要进行诉讼啊。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不太能接受打着时代剧的皮，做扭曲历史事实的事。里面的主要角色围绕着3个里面的星海三兄弟，中华民国驻婆罗洲领事卓环来，还有他的夫人赵世平，壕沟里面枪杀屠杀那些盟军战俘。这3个改编的完全就是造假。原作的李展平呢，他做的内容跟他实际上不同，我开始提出批评。那他们的剧组包括公视就用一种暧昧的态度宣传说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我就说你是造假，他又说这是纯粹戏剧虚构的，他就2个面目。你那个影片直接剽窃。中华民国驻婆罗洲领事卓环来，他在婆罗洲的时候，因为日军占领来不及撤走扣留，日军发现他有中华民国外交官的身份，当然就要拉拢他，因为当时已经成立了汪伪政府，你来参加我们伪政府，日本人劝他不了，他做苦工。1945年7月，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1个月，日本已经大势已去，对这种强硬的抗日分子进行屠杀。在南洋好几个地方都这么做，包括在菲律宾。1月的时候当时还有除了他以外，还有中华民国外交领事、西方的人员都拒绝投降，把他带到其他地方秘密杀害。夫人赵世平分开在不同营区，并不知道丈夫已遭到杀害。这是文天祥式的人物，完全就是炮制，很恶意这种造假。这么一讲之后，很多人就很愤怒，而且还把柯景新他的身份事迹是散布到几个角色里面。他曾经帮助这个赵世平，就是他小孩子营养不够，所以他按住他。后来还知道他的先生遭到这种巨变。卓环来的家人交代说，一定要想去找到这个柯景新来当面谢谢他。可是早期的时候找不到，后来柯景新回到台湾来，看了李展平的书，记到这是他家里的事。他透过李展平，已经快90岁了，他就来拜访他，谢恩，聊了这心愿。过了几年，他们2个都过世了。那结果在剧还有这个戏里面，把一个牺牲殉国的抗战英烈卓环来改编成心胸狭隘，被日军饶过一命，做伪证来陷害台湾战犯。民进党这样恣意的践踏抗战英烈的名誉，日据时代有大量的台湾抗日的志士遭到血腥的镇压，财产会被没收，分给协助镇压的举报，在光复以后没有认真的没错，但是韩国做过清理的工作。我们想办法通过法律的程序，要求把土地或财产，或叫国家来补偿你。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于清芳事件。这我有一个定义：新北投假象。现在不是把新北整理出来之后，让台湾人觉得说，哇，在日本时代，休闲就是泡温泉。那很可悲的地方是，台湾多人在推广一个错误的史观，民进党这种是有意放任，就是说台湾人在日本殖民时期是日本国民，这是大错特错。台湾是日本殖民地的属民，没有任何国籍。中华民国政府训令是台湾光复以后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宣布除了战犯汉奸之外，恢复中国人身份，所有中华民国国籍、财产都受到保护。中华民国单方面的宣布，可是在中华民国辖区以外的同盟国地方要实施的话，对他们来讲，这些人是本人的帮凶，要制裁啊。那你现在一下子全部都变成战胜国国民，他本来是当日本人的这个帮助日本人做运输啊、做补给啊，甚至做特工啊，那马上变成战胜国民不会接受的。所以他们在南洋的地区，包括他们主要在南洋的地区碰到台湾人的时候，主要就是逮捕、判刑、处决、没收财产赶回去，不少甚至是被当地民众打死。在大陆地区的所有台湾人都受到保护，甚至连犯了战争罪行的那些日本台籍日本兵也没有去追究。也就是他们实际上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宽大是最宽大的。如果他们今天在南洋，他们知道，就算你在还有里面看到了，他没有演出的就是所有的台湾人的财产是被没收赶回去的。
那很多人有一种做梦，你知道，很希望当年台湾是盟军接管。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当时是盟军登陆台湾的话，如果盟军上来台湾啊，就跟他们在南洋，他不会客气的，不会客气，对，最少逮捕1万人以上，然后任何参加日军行动人跑不过的，判刑，对战争罪吊死，然后没收财产。你们在想说，配合的大日本帝国的荣光之后呢，盟军来了，你就继续享受西式的战胜国的荣光，对祭祀的美好的西餐。我说你是做白日梦。如果盟军上来的话，那肯定是大刑伺候。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同胞是最宽大的，可是你看今天怎么样？还被笑华国美学。不是，就是澳洲兵这么凶狠的判刑吊死，请问有谁去跟澳洲政府抗议的或痛骂澳洲政府？没有，乖乖的。他们最不满的反而是对台湾同胞最宽大的中华民国政府。日本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在日本的日来侨，因为转换中华民国身份，他就可以取得特殊的物资嘛，对，他就不受限战败国的，他就可以拿到黑市去转卖。他们以战胜国民的身份取得大量的物资，这个大发利市就是暴力，对日本这个本来是日本黑道的，因为黑市里面做买他们的特权，就发生攻击台湾的事件，双方发生冲突，台湾人死了1群，后来发生台湾青年学生在涩谷游行，后来日本又攻击他们，双方发生冲突，后来日本警方抓的就是台湾人，中华民国政府介入这个审判，因为还是替他们据理力争，争取他们的那个国力权益。后来他们日本政府判他们驱逐出境，不敢把他们关在日本牢里，因为日本当时地位很弱。请问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身份认同的困扰呢？我在讲一个笑话，包括在那个大陆的那个台湾同胞左右的日本人全部被没收财产赶回去，那他们可以安全的把财产带回台湾。从来，当然我也反正一个反思，这是对吗？因为这样做对那些曾经抗日的台湾人是不公平的。很多人不会有感念，是因为没有惩罚的对照存在。日本人反而对蒋公很感恩，是因为他们吃了俄国的亏，吃了澳洲的亏。所以如果你没有应有的惩罚的时候，宽大的政策不会被感觉到，是因为做坏事做好事都没差，所以他不会感觉到。据韩勇编导他讲一句话，台湾人进入中山堂的时候是日本人，然后出来中山堂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国民。我说这是不对，对，显然你对历史是不熟悉的。他完全不知道啊，他这是非常糟糕的。不是，中间有一个细节他不知道，因为当时中山堂在日据时代是工会堂，对，工会堂是1935年日本时政40年纪念的时候开，是他把那个布政使司建筑拆掉，盖的这个工会堂。工会堂有个潜规则，那是日本人休闲的活动、各种文娱活动的场所，对，台湾人不能进去。然后台湾人办的最高级的场所在哪里？你知道？铁道旅馆，就是今天的星光大楼那个地方。那时候的工会堂，台湾人是不能进去，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潜规则。有一个叫李火珍的摄影家，他拍了很多工会堂外面的照片，但是他里面一张都没有。很多人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就告诉他很简单，因为他不是日本人，他不能进去。我说正确的叙述呢，他是说台湾人进去中山堂的时候是日本人，出来是中华民国国民。我说台湾人在日据时代因为不是日本人，所以不能进入工会堂。光复以后，因为恢复了中国人身份，所以才能够进入中山堂，这是正确的事。徐大哥的视角，从很多细节叽里嘎啦去补充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一些理解。当然，我听中间一度是非常愤怒，但我觉得您的故事太好听，就把它听了。作为一个学历史人，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对大的事件历历在目。当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同胞这么宽大的时候，我很遗憾的，很多人并没有体会到日军来镇压自己同胞来取得财产的这个部分人没有经过真正的调查跟整理。我觉得这种情况没有惩罚的时候，那个宽大政策就变得没有对照。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快结束，我只能说一句啊，听海勇公示这个剧羞辱丑化抗日英烈，对，我们准备对他提出官司求偿，主要是侵权求偿，要求对这个损人民节、损英烈民节的做出道歉。那我们会有一个司法程序以及赞助计划，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抗日英烈的名誉并没有受到一个强而有力的民间的保护，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的，对，他们只有美化日本的殖民者，所以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把所有的，如果还有剩下款项，这个计划呢，我们来成立一个抗战英烈名誉维护会，要收集在日本时代因为反抗日本而遭到杀害、财产被没收的家族的后代，我们对他要提供协助，各种角度协助，这是一个常年努力的分表。有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掩埋在历史的后面。台湾现在比较可悲的地方，很多故事因为当前政治的需求，它是被打压的。
然后过去其实也是因为政治修改，因为马上冷战了嘛，一冷战中华民国跟日本变成盟友，很多事情也被限制。那今天没想到峰回路转之后，结果民进党也是这样去处理，明明故事跟现实落差之大，他们竟然敢公然宣称这是个时代剧，他就是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啊。对啊，他把大家都当笨蛋，敢在台史博去演去展出，搞了一份像斯卡罗，很多以为斯卡罗是正史，我真的我都快昏倒了。底线的那种超级无敌渣男，可以把他宣成又帅又高又浪漫的人，实在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但是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值得更多的曝光了。